这是我们在农村晚上的娱乐活动啊。阿军今天开车带我到这个小镇上面来打打台球。这就是越南农村人民的夜生活之一啊。除了喝咖啡、喝酒，就是打台球。我都有好多年没玩过台球了。哇！这一开就知道技术怎么样了，很有力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挺，这里是越南。最近阿俊买了一辆车，就是这辆车啊。阿俊称这辆车为小破车，为什么叫小破车呢？这是一辆二手车，阿俊是花很少的钱买的，但是呢，花了很多的钱来修。现在修车的钱差不多已经超过了买车的钱。他买的时候这上面呢确实没有这么好看的，这是他后来自己又喷的。等会儿我来跟他聊一聊啊，问他这辆车到底花了多少钱。这辆车是大宇的啊，是03年的车，到现在已经有19个年头了。先到阿军这边来蹭顿饭啊，等会听他聊一聊买二手车的感悟。感悟没啥感悟，不急，先做饭，等会边吃边聊。一点都大，很大。热的。看，这就是中国的做法，放这么多油。中国人是认为没油就不香。一个不香不耐饿的。哇，这个油多了，炒出来的菜就是有光泽啊。2个大男人，3个小菜，非常惬意。光盘行动啊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好，聊聊你那个小破车啊。小破车。你买了多少钱呢？小破车买了4500万。4500万，修花了多少钱？到现在3000万了。修了哪些东西啊？发动机、气缸，然后还有空调、车门玻璃，然后车底板、脚垫，然后还有，虽然说不清了，快，门也修过，然后大灯也修过，基本上看得到的都修。那今天这个油箱的那叫什么气漂又去修油标不气的油标，油表不准油表不准又去修，一共花了3000万修3000万多了都，还没修好，好像还有什么问题是吧？现在就是还有下面那个传动轴会漏油，那个要多少钱呢？那还要300万，在越南买个好的摩托车也要7、8千万，差不多了，这起码能遮风避雨，更何况外国人在这边买，他不坑你坑谁呀？像我去修理厂还不是，昨天说的那个油漂30万，今天去干55万，还有更坑的什么，就是那个，说是那个空调的时候，人家说是要我500万才修的好，我说是不可能嘛，这个，它风量又大，对不对？只是不制冷，然后第二天开去另外那边修电瓶的老头，他是会修这些家电的，他看一下，他说是冲瓦斯，就是我跟你说那冲佛那个。然后冲上，现在冷的还要穿毛衣。买一个好的摩托车要这么贵，何况这边的车这么贵，车这个税都是100%还是200%的，100%的。反正基本上这边的车价是比中国要贵1倍嘛。越南的二手车也很贵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买，它起码比新车还是便宜一点嘛，起码不用交税。4500万买的车，花了3000万在修，还没修好，还是有很多问题。估计到时候修下来的话，那个修理费跟买车的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前后就是要4500加4500了，能玩，现在也基本上能玩了，开着没大毛病，只要能玩就行了。现在，就像我说要求不高嘛，就是主要上下班每天来
就跟你讲的奇怪的很，上班的时候不下雨，下班走到半路雨就来了。这边现在雨季嘛，一淋到雨就要吃感冒药，吃多了药也不好，所以能避下雨就行了。阿军是不懂车，那确实，他刚当时去买的时候呢，我又不在这里，其实我也不算懂啊，我只算这个半吊子。我那时候正好在岘港，如果我在的话，可能可以避免一个那个大的问题吧，就是因为你那个车后面冒烟的，对吧？起码这一点我还是看得出来，但是其他的东西这个顶下面呢，我看不到。可以了嘛，这一点也算最大的麻烦了。1000多万啊！大家如果在越南买二手车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一点，有条件的话，一定要叫一个懂车的老司机跟着一起去。但最好还是买新的，不要买旧的。这个是实话，买新的不麻烦，修理起来也不贵。有实力买新的。买了二手车捡了便宜，要有个心理准备，肯定要花钱去修理的。花了这个钱呢，一定还不是少数。我现在买了车以后，我才了解到，这个卖二手车的，就是到处收些破车来、废车，然后自己这个零件可以拆下来用一下，那可以拆，这样组装起来的。啊，在越南修车也有一些问题，问题大的。很多修理厂啊，他都会欺身的，会坑外地人啊，不光是外国人啊，外地人他也会坑的。像阿军这次去修车。就好几个坑嘛，第一个是发动机啊，发动机跟你拖车的时候说只要1000万左右是吧？那天我开到那里，就是它太热了，出问题的时候停住。他说只要1000万，保证修好发动机。保证了之后，结果拿过去全部拆开了。拆开了，光在他那里当时就修了2500万，08年的那种 QQ 车都要1亿3。所以我综合我说管他了，便宜买来花点钱修，反正你要大修，不修完不了。那个刚才说了，发动机的坑啊，后面还有一个空调的坑是吧？大家如果在越南的修车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些坑。刚才阿军说的那个发动机的坑啊，就事先跟你说多少钱保证能够修好，但是拖到车厂之后，把你车全部拆散了。然后再跟你说一个价，比那个价要高1倍多，高的1倍，那倒是高的1倍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只能修了。跟你拆成那个样子，你能够拉到哪去呢？拿也拿不走，又不会组装，你组装起来又不会走。然后呢，那个空调，空调其实呢就是要加一下服务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跟我讲，至少要500万，还要修1个星期才修得好。修电路的老头就是他专门修冰箱这些，人家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没瓦斯啊，我给你充，一连上，我操，冷气来了。现在冷得很。今天给大家的建议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如果想在这边没有那个条件去买新车的话，一定要买二手车，那么呢要把好2个关。第一个呢就是去买的时候，一定要叫一个懂车的人。懂车的老司机，过去跟你把一下关。第2个关呢，就是修车这一关啊。你买了二手车，特别是很老的这种，像阿军这个车已经是有19年了，像这么老的车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会花一大笔钱去修理的。所以呢，在修理的这一关也要把好，一定要找靠谱的车厂。如果能够找本地人一起过去，最好。最好是叫本地人去帮忙修，本地人你也要信得过了嘛，是吧？你信不过的，不光车厂坑你，他也把你给坑一顿。有这种说法，有吧？有这个可能性的。今天简单的聊一下这一个话题呢，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建议。阿军他自己呢踩过这个坑的是吧？希望这个视频分享出来，能够帮助了一些人，避免去踩一些坑。买二手的也可以，买个年限短一点的，但是这种算下来就和新的差不多。其实我是觉得啊，如果在越南，除非是非常有必要，还是骑摩托车为好。开车还是真的是很麻烦。首先的一个，你就算违章了被警察罚的那个钱比摩托车也多得多，养车费也贵。实在是有必要买车呢，那么就记住我们刚才说的2点建议，把好2个关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在越南开车愉快，一路平安，用车愉快。好的，
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好。